一瓶可乐也能搅动风云。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掀起轩然大波，愤怒的民众包围可乐工厂，高声呐喊，尽情宣泄着愤怒。墨西哥大地因此沸腾，而他们的诉求却看似与可乐公司毫无关系，因为他们所求的只有一样东西：水。更诡异的是，这场围绕可乐而展开的水资源暗战，竟然不知不觉间重演于中国的土地之上，一场意想不到的争夺缓缓拉开序幕。2018年，墨西哥骄阳似火，空气中处处充斥着炎热的气息。恰帕斯州更是一场躁动，民众滔天而来的怒火几乎要将整座城市掀翻。缺水已经如同瘟疫一般在城中持续蔓延，喝上一口干净的水竟然成为了当地民众的奢求。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喝不上水的墨西哥人竟然干脆利落地将矛头对准了可口可乐工厂。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墨西哥与可乐的孽缘从上世纪90年代便拉开了序幕。简单的商业行为背后蕴含着美国霸权主义的幽灵身影。可乐既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也是争夺水资源的利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受关税协议影响，蔗糖、玉米糖浆、古柯叶、咖啡因等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它们都是可乐的原材料。这意味着可口可乐的扩张之旅正式扬帆起航，而各方面条件都极其合适的墨西哥，毫无疑问成为了美国的首选。美国之所以选择墨西哥，有多种原因：一来，墨西哥是关税协议范围内的国家，与美国联系密切；二来，墨西哥有着消费可乐的传统，早在1948年，可口可乐便在墨西哥创下了99亿美元的销量。除此之外，水资源也是左右美国决策的关键因素。说白了，美国以生产可乐为切入点，觊觎起了墨西哥的水资源。想要生产出可乐，清洁充足的水资源必不可少。但是，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国民生活的最基础保障，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在许多国家与地区，想要获取水资源，就要付出不菲的价格。偏偏墨西哥当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白白让美国钻了空子。可口可乐公司进入墨西哥市场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政府签订协议，保障自身的用水安全。根据协议，可口可乐工厂可以获得所在地的水资源使用权，墨西哥政府无知无觉，甚至慷慨地给予了价格优惠。在墨西哥政府看来，这是一桩双赢的买卖。有可口可乐这样的全球大公司进驻墨西哥，必定能带动就业，给墨西哥带来不少好处。至于水资源，不过是保障企业生产的一环。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墨西哥政府终于发现自己天真过头，可谓是大错特错。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犹如平地一声惊雷，炸向国际，顿时可口可乐公司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报道中表示，墨西哥帕恰斯州的缺水问题或许与可口可乐公司有着直接关联，因为按照协议，可口可乐公司每天都可以抽取一定数量的饮用水用于生产，侵占了当地人的清洁水资源。更过分的是，抽取完毕后，可口可乐公司还可以以极低廉的价格继续购买水资源。可是，当地民众想要喝水，却需要支付高昂的价格。如此本末倒置的不公平现象，难怪让墨西哥人破防。尽管事后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时间积极回应，并承诺会加大投资，帮助城市推进饮水问题，但是明眼人明白，可口可乐公司早就占足了便宜，后续的种种举动不过是惺惺作态的掩饰。可口可乐公司的背后站立着美国，他们的种种举动也展现出了美国水资源战略的真实一面。围堵、争抢、掠夺，正是美国水资源战争的本质。毕竟，美国巧妙设局，利用优势，硬生生用数不尽的水资源砸出了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可见，美国始终野心勃勃，妄图将全球水资源收入囊中。而许多人有所不知，墨西哥的悲剧差一点也要在中国上演。对于中国丰富的水资源，美国可谓是虎视眈眈，觊觎已久。这次，美国不用可乐，但选择了另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东西——资本。美国不光自己掠夺，还要呼朋引伴，叫上自己的小弟。其中，法国是美国最有力的帮手。西方国家干扰中国用水的方式十分简单粗暴，收购水厂，注入外国资本。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为了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中国大胆地敞开国门，大量外资企业涌入。恰逢此时，中国基础设施薄弱，尤其在建设现代化水厂方面缺乏一定的经验，多重因素叠加，便给了外资可乘之机。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开放的成果初步显现，中国更是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不料美国又趁机做起了文章。美国表示，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世贸，便意味着要遵守游戏规则，不能特立独行。尽管这个所谓的规则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中国别无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予外资更多的政策优惠，水资源便是其中最关键的领域之一。
于是，历经多轮设计，外资在中国水资源领域的作用逐渐凸显。以法国的威利亚集团与苏伊士集团为例，他们迅速在中国拿下了一个接一个水厂，甚至这些集团一度提出要将中国的水厂私有化。遭到拒绝后，他们也并不灰心，转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便是建立中外合营的共设企业。不仅如此，这些外资企业还愿意以双标的价格促成股份转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企业自然不是慈善组织，而是想要用眼前短期的利益获得未来更长远的好处，与本土企业争夺水资源话语权。上海、兰州、海口、天津，外资扩张的脚步时刻不停。巅峰时刻，这些外资企业掌控了全国约30个水务项目，全中国至少有4000万人的饮用水被外国资本牢牢把控着。布局完成，在美国的怂恿下，这些外资开始了进一步行动。一方面，他们不断抬高水价，炒作市场。比如，在外资进驻前，天津的水价原本约为0.68元每吨，后来竟然涨到了惊人的4.9元每吨。另一方面，外资掌控水厂后，水的质量问题也无法保障，饮用水中多项数值超标，情况惨不忍睹。这场世纪之初的水资源资本暗战，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直到中国水资源管理产业逐渐完善，一系列恶劣影响才得以消除。但是，这场水资源之战依旧没有结束。美国的挑战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高悬在中国头顶。眼见一招不成，美国又心生一计。中国的国力日渐强盛，已经具备了独立运行水资源体系的能力，至少在短时间内，外国资本难以渗透。既然如此，美国想到了另一样强有力的武器——政治。相比于尚且有一定规律可遵循的资本运作，政治完全是强权的游戏。美国决定利用政治在水资源领域大做文章，给中国泼脏水、扣帽子。近年来，中国开发与利用水资源的能力可谓是一日千里，取得了质的突破。这种突破体现在中国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走出国门，展开一系列水资源项目合作。其中，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一切与一条关键的河流有关——湄公河。湄公河的水资源关乎柬埔寨、泰国与越南等国的生死存亡。这些国家在经济等领域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这几个国家有将近80%以上的人在从事与水资源有关的工作。因此，中国主动提出不妨互惠共赢，展开地区合作，一起保护与利用水资源。不料，这又被美国盯上了。美国开始大力造谣，试图将水资源利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这样一来，美国就有借口可以光明正大地介入地区事务，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美国声称中国别有用心，利用水资源要挟东南亚国家，甚至还污蔑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合作的终点就是中国掌控水资源，扼住东南亚命脉。因此，美国号召东南亚国家切断与中国的水资源合作，擦亮眼睛。2010年，湄公河流域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对东南亚国家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荒谬的是，美国竟然将天灾的祸也扣在了中国头上。美国认为，就是因为中国修建了大坝，改变了气候，因而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威胁。美国一发声，其他小弟纷纷跟上，多国媒体参与炒作，就连智库也要跟着掺和一脚。他们不断发表威胁论，让水资源安全议题成为了中美在东南亚地区博弈的关键部分。另外，美国还围绕水力发电大做文章。美国指出，中国在澜沧江的水电开发会阻碍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农业灌溉与渔业生产，对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可实际上，这本就是一片公共领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各国便态度积极，着手规划了本国的水电开发计划，并不是中国在搞特殊。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忘与东南亚国家套近乎，开展水资源外交活动。伴随着美国政府全球水战略的出炉，这场无声的战争逐渐趋向白热化。可见，未来中国的水资源开发与利用还将面临着诸多考验，但无论如何，中国都会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让我们拭目以待。